大家好，我是不点。那个依维柯现在那个空调出现了问题，之前在那个西双版纳的时候我已经修过一次了，所以基本上在西双版纳，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在西双版纳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待在酒店里面，因为空调坏了。然后之后我在昆明又把空调修好之后换了新的压缩机那些什么的，之后空调机又坏了，然后现在没办法，我现在就是说又在等发货，打算把那个依维柯的空调给修好吧。之前有网友说做一些什么自驾游内地的 Mega 这一块，那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呢，因为大家问最多的就驾照嘛，就驾照的话，你要拿台湾驾照换成那个繁体字，然后在驾照是有效期限之内的，确定去把驾照更新一下，因为台湾驾照好像已经没有过期这么一说的是，然后在有效期的驾照找翻译机构翻译成简体字，然后带上台胞证，还有申请暂住证。那暂住证怎么申请的话，网络上一搜很多那样子，基本上这些东西就足够你买车了。但是你看你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因为每个地方区域的上牌规定不一样。不过如果你是来自驾的，也不可能说会在上海里面钻什么的，都是外地牌就足够了。再不行的话，就像我一样，把车买在朋友名下，然后把保险买到满。所以手机号也要申请，手机号申请也很容易啊，就是带着台胞证就够了。然后现在的话是这样子，是因为我绝大多数都是走国道，因为第一个国道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多嘛，就是比较接地气，因为高速大家都知道，又直又快又平的，一下就开到目的地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节省我的费用吧，因为国内的高速我不能说过路费我不能说算便宜，你知道吧？所以基本上我还是能省则省吧。有一个地方让我走国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走国道比较慢嘛。那走国道比较慢的话，那刚刚好可以让我行车发电把我电池给充起来，因为我用电量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只要待在车上，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风扇啊、电脑啊、相机设备什么，我全部基本上都是一直在使用中，就是在充电了那样子。那我如果走高速的话，有时候电池充不起来，因为时间不够，而且发电机的那个功率也没那么大，对吧？我大概充电的瓦数也就500瓦左右吧，最多了，就是每小时500瓦的发电机充电，就原厂的发电机充电，我并没有加装什么额外的什么高功率发电机。剪辑了，我打算这个影片的后半段，我剪辑一些影片给大家看看，就是说在路上你可能会碰到的情况。有一个可以说一下是关于那个核酸，怎么说？就是说现在跨省的话，它基本上已经没有去年或年初那么严格了，但是基本上跨省的话还是有很多临检站，哪怕你走国道，它也会有那个检查站要你当场做核酸，做了一个快筛，然后又做了2次吧，就当场就在那个马路上就做了2次，然后那个快筛是显示阴性，马上放行。住酒店前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然后幸好我现在在这个城市，它有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的医院机构，所以还挺方便的，还可以。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24小时营业的那个核酸采检机构吧？这么说，基本上你来基本上是不太会碰到我的情况了，因为我主要就是到处钻嘛，你知道吧？就是哪怕走国道，我也想走一些捷径什么的，所以总是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那有时候晚上赶车，不管是大雾还是什么，或是说走到一些仙人的地方，情况也是有的，挺毛的。不过我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状况了。我现在是这样子，在酒店里面待一段时间，把车子整理出来，重新整理一下，因为毕竟该换油的是有换那些什么，但是还是东西，毕竟二手车嘛，零零散散的有些东西总是坏掉了。我现在就是重新准备一下，我这次很多地方啦，像我发电机都换了2次了，我都没有跟大家说那样子。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备着一个发电机，还好我备着一个发电机，但不管怎么样，路途上还是坏了几次，行车充电也坏了1次，然后这次是空调坏掉，我就真的是受不了，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必须把它修好这样子。整理出来之后，我可能后期有可能看情况吧，看疫情的情况，如果国内疫情没有再
严峻下去，或者说比较放宽的情况下，我有可能会把青海、新疆，然后云南还有海南再转一圈，然后再重新拍摄一次这样子。因为我发现到内地好像，如果看中国这个版图的话，西边跟西北、西南，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有什么 mega 我想想看哈，因为真的不多，因为其实这边住酒店要找能够涉外的，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接外籍的，包括台胞、港澳台的住的酒店，它有指定的一些地方你必须去，他们好像有资格跟没资格去做这个接待的动作。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核酸嘛。现在入境好像是7+3，然后我上次打听了一下，从台湾大概在8月，比如说8月中2个礼拜后飞过来内地的话，大概是台币2万多到3万左右。对啊，除了那些什么微信的，你要申请一下，你要开一个银行户口啊，然后跟你的银行微信绑定，否则你会没办法微信支付，还会挺不方便的。然后还要申请这边当地的行程码，那很容易啊，那就是 QR code 扫一下。不过多数小地方，他们那个台胞证的号码因为格式不对，我们是只有8位数吧，台胞证上面，然后他们身份证是17位数好像，所以格式很多都申请不了，所以你要申请的话，就要申请那个北上广深或四川的这种大城市的那个行程码那些的话，还有健康码，那就可以注册进去。然后能飞进来的城市基本上都能够登记得了那个你的那个行程码啊、健康码那些的，他们的那个 QR code 一扫就可以了。还有那个核酸啊，因为我们的那个系统有时候进不去他们那个医院啊，或者他们那个反正就进不了他们的医疗系统，所以他那个做完核酸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阴性证明还得回去重新等到证明出来之后，还得回去拿纸的证明才可以提供给酒店或者说景区那个他们的那个核酸要求。那比较大的城市的话，像什么上海那北上一线吧，好不好？我们就讲一线吧。那一线的话，1、2线城市的话，它那个医疗是可以，那些外籍是可以扫得进他们系统的，就可以提供你那个核酸检测会直接推送到你的那个手机系统上面，就不用再跑第2次医院。就时间上要充足一点啊，就在做核酸这一块的话，在自驾游这一块，我加了很多不同。我最后有一些，比如说9块钱的1升的柴油，有些地方只卖到7块多而已。然后我有试过这些比较廉价柴油，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里数的确跑得很低。我如果加那种少1块多2块的那种柴油的话，我每一缸油少大概100公里左右，100多公里。所以仔细算了一下，好像也差不多吧。那与其这样子，你还真的不如就加固定2家油加油站，这2家加油站国有的，所以哪里都有，就是中石油跟中石化。我不是给他们打广告，他们也不可能需要我去给他们打广告，只是说我发现到这2家油站的油加到我依维柯里面的话，是跑距离的，不过价钱也是最高的。洗车，因为自驾游车子会很脏啊，你洗完了开个半天，不用半天啊，2个小时、3个小时，下个雨可能就毁了。大车，他看到我们车，我们去普通小车店去洗，他把我们当大车，然后要多收你钱。那如果你去大车的地方洗，他把你当小车，他少收你钱。所以，但是就是那个高德地图非常好用，来的话就下载一个，上面有可以设定的车子的牌照啊、限行啊、搜索沿路加油站啊、沿路景点啊，这些都很方便。基本上一路都是靠高德地图在走的。它里面那个，如果你去景点的话，搜索景点它里面点开它里面的页面，下面会有之前游客的那些什么留言，就游客之前的去过的留言吧，你可以拿那个作为参考，知道地方好不好玩，或是怎么样避坑。通常我也是在高德地图上面搜索酒店，先搜索，然后直接先打电话，先问他能不能接待港澳台，然后从酒店上，从高德地图上下单的话，或是说从其他软件下单，有时候会便宜比较多，不一定。那有些酒店的话，是你到达之后，你问他说哪一个方法比较便宜啊？有些是酒店下单比较便宜。快递现在在内地的话，尤其是这个月吧，这1、2个月，它变成实名制的了。实名制就是说，它还要那个人脸扫码才可以网络上扫 QR code 下单寄快递，所以这个挺麻烦的。所以你们来了之后，
如果要寄快递的话，要记得一定要找个朋友或什么的帮你下单了，因为一样嘛，台胞号那个注册不了，未来可能会解决啦，但是目前为止的话不行。我也把无人机寄出去维修了，但是现在卡在成都，它好像有疫情管控类似还是什么的，现在物流在那边卡着动不了，发不动。然后我那个单下的也是找朋友帮忙下单的，或者如果要我自己现在去寄快递，我现在也寄不了快递。然后很多人说开到远地方会没有加油站，我觉得没有碰到没有加油站的情况下过，基本上哪里都有加油站，所以这不用担心。哦，还有一个在这边自驾游，就是说有一块要很小心啊，就是说他们这边有一个习惯不太好，就是那个远光灯从头开到尾，所以如果你不熟悉路况、不常驾车或者经验比较没那么充足的人，我不太建议你们晚上走国道，尤其是在中部的地区，因为他们那个远光灯开的真的是有点残忍。那些国道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路灯的，然后那些对向来车开着远光，你也没什么办法，然后可能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那样，尤其是那些可能中部的地区吧，中部的地区国道那些什么的。这一期就是跟大家报一下现在的近况。然后下一期的话，应该也是关于我车辆，我会做一期关于我车辆这段时间到底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做一期短视频，关于现在那个依维柯的跑了5万公里，将近5万公里了，现在什么情况？这些是不点自驾游期间遇到的特殊路况。1点。让路的时候掉下去了。刚刚好过不去这个水泥的地方。它正在山崩，这边一直滚下来，我才开出来10几公里，另外一个零件又坏了，我还好坏在修车厂前面。这个主分泵这边漏渗了，喷油了，漏油，看下面，这个湿的。